拱火俄乌冲突，美国获得大礼包，用代理人战争同时对付中俄，靠谱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多年来，美国的国防战略主张是两战建构，也就是能同时打赢两场针对伊拉克、朝鲜这样的中等国家的战争。在过去的10年中，随着美国军队规模的缩减以及对手能力越来越强，五角大楼已经放弃了这种抱负。对美国的外交战略而言，同时以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敌对是个死结，需要尽力避免。但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似乎让美国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也就是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美国兰德公司空军项目的高级政治学者拉斐尔·科恩认为，美国需要面对多条战线，多方冲突的前景也越来越大，而美国已经没有能力购买足够的武器和平台，也没有办法部署军队来击败所有的敌人，甚至同时击败其中的2个敌人。乌克兰战争提出了一种新的两战结构，同时允许美国在不增加国防预算的情况下，防范同时发生多重危机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就是允许美国直接打一场战争，而通过代理人打另外一场战争。美国似乎有4种选择来应对两场同时发生冲突的前景。第一种选择是，美国可以表示某些威胁无关紧要，比如美国的一些对华鹰派就认为不应该干涉俄乌冲突，因为这样做会分散对中国的注意力。此种玩法将直接摧毁美国的全球利益。第二，美国可能按照2018年和2022年国防战略的建议，努力制止第2场战争。然而，威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困难概念。虽然威慑冲突总是可取的，但如果威慑失败，美国需要一个采取行动的 B 计划。第3种选择是美国真正建立起一支成熟的两战部队。然而，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提议。如果美国试图建立一支足以阻止中国完成统一的军队，再加上要应对另外一场意外事件，那将让美国付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代价。第4种选择就是乌克兰模式。从冷酷的现实政治角度来看，通过一场代理人战争，可以为美国的战略投资带来巨大回报。迄今为止，美国已经花费了大约200亿美元来帮助乌克兰军队，并以此来摧毁其第2大军事对手俄罗斯军队。乌克兰模式给未来美国同时应对两场冲突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模型。除了省钱以外，这种模式还提供了战略上的灵活性。美国的决策者可能希望避免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原因有很多，而建立间接作战能力是另一种可行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能利用乌克兰模式同时应对两场战争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乌克兰的情况非常特殊，美军的援助需要交给一个有决心的外国政府，需要该国有强有力的领导层，民众呢还要有强大的战斗意志，否则就像美军投入巨资援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花的钱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所以美国未来比较合理的选择是用代理人打一场战争，然后呢自己准备打另外一场大国战争。但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当涉及到像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时，美国专家承认，任何数量的军事援助，如果没有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都可能是不够的。就算美军下场参战都不够用。尽管如此，俄乌冲突还是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模式，说明美国仍有机会同时处理两场冲突，尤其是使用代理人战争来收拾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俄乌冲突或许会成为美国同时应对两场中等规模局部战争的成功模式，但是无法用于对付日益强大的中国，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实力。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